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拉风文化超饭脱口秀团建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邱德秀，欢迎大家。真的特别欢迎大家啊！那我们呢今天的录制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最后想问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为打造北美搞笑天团，本次超放脱口秀团建将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中进行，共设置6个环节，依次为初舞台表演、组队淘汰赛、复活赛、主题赛、现场限时创作以及最终的 MVP 争夺。初舞台表演，3名队长轮流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得票数高低决定选择队员的优先权。16组选手按赛前抽红包数额大小决定上场顺序，依次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初舞台成绩关乎组队淘汰赛后选手的去留。那我们接下来首先邀请第1位队长47。Rachel 47，超放脱口秀团建总制作人，全职脱口秀演员，拥有个人专场精卫海。我是 Rachel 47，我是拉风文化的创始人和 CEO， 也是这次超放脱口秀团建的总制作人。真是没有白人的命，还得了白人的病。一开始说脱口秀是为了玩儿，是没有想过要做多久，也没想做多大，但是真的是感觉有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走着走着发现，哎，怎么后面跟了这么多人，就觉得我要对这些人负责任了。然后后来朋友说你这个用爱发电到一个程度可以停下来了，可是我就感觉我停不下来，因为是被这种需求往前推着走的。做这节目初衷就是在想，我们需要一个契机，把海外中文脱口秀往前推一步。那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自愿全职做脱口秀的演员47登场。大家好，我是47。就像主持人介绍的那样，我是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全职搞脱口秀。国内都不敢这么玩了。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看到这么多温暖的目光看着我，灯光摄像对着我。上次这个时候还是我结婚，不过今天和结婚不一样，今天的我知道自己在干嘛。我在做北美首档中文脱口秀综艺《超放脱口秀团建》，而我是总制作人。当我最早跟人说我想做一档综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在做梦，但是也有些朋友决定和我一起做梦。谢谢今天的所有观众来见证我们美梦成真。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在我决定全职搞笑之前，我是一名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PM 是做什么的，没关系，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得跟程序员打交道，所以我得学语言，印度英语。我们技术团队也很国际化，除了印度，还有英国、美国，所以我要学各个地方的印度英语。一开始上手很难，不过大家很包容，也有可能骂我没听懂。后来听懂了，哎，发现他们其实很幽默，啊，喜欢玩笑，经常指着我写的 doc 说 "Is that the joke?" 我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特地去参加纽约技术团队的 Happy Hour， 在 New Jersey。朋友们，我家住在 Long Island City， 从 LIC 去 New Jersey 要过2条河，牛郎和织女也才隔1条河呀。牛郎，我喝了点酒，开始聊天，聊兴趣爱好。哦，我说我喜欢脱口秀 ，stand up comedy。然后有朋友说啊，卡比尔讲嘛，我想谁吗？卡比尔 ，he's so funny。另外一个哥们说 ，Oh, Kabil, the funniest guy in the world. Watch him, he's on Netflix.
我是真的在学印度英语。回家之后我就说，哎，那我来看看这个 Kapil Sharma 吧。我打开 Netflix， 咚咚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one and only Kapil Sharma。然后就看见印度胖子，出来了。结果他一张嘴，我就听不懂了。朋友们有这个感觉没有？就是这个印度人说英语有个特点，口音越重，语速越快。就 Kapil 一张嘴就是一阵风啊！我想不行，我都练了3个月听力了，继续听，必须听懂，还是听不懂。最后没办法，我打开了字幕，啊，他说的不是英语啊。就这样。我的印度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说 Hindi 语的脱口秀，这就像我给他们推荐赵本山、宋丹丹。有人花钱吃盒，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这像吗？今儿我雇个好活儿，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就算我加上字幕 ，somebody eat, somebody sing, somebody pretty， 我同事看了 ，Is that the joke？ 拼多多来北美了，大家都知道吗？叫 Temu， 这网站可牛逼了，就像是 Amazon 吸高了，出现幻觉了。什么正经网站，全产 90% off。满屏飘动艺术字体，卖的东西我见都没见过，都是那种我知道你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不过我才9毛钱，还有12个颜色可以选，要不要试一试？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用户体验至上 （user experience）， 但是 Temu 告诉我，你只要价格够低 ，user 不需要 experience。我们都在网上买过东西退货，对吧？你退货需要有理由 ，I don't like the shape, I don't like the color, I change my mind。Temu 说没事儿，老子卖盲盒。我看过一个化妆用的海绵蛋，一张纸上几10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介绍就一句话 ：random shape and color。你怎么 change your mind？ 你只能 never mind。话说回那天看 Kapil Sharma， 然后我就调查了一下，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 Netflix 上有将近400个脱口秀节目，超过20种不同语言，连 Hindu 语都有2个，但是没有中文。从那一刻起，我有了个新的梦，我要上 Netflix。既然他们有 Kapil Sharma， 那我们也可以有47、孙刘和 Carl 傻大个呀！谢谢大家，我是47。好，感谢47，我们表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大家到了投票的时间，请大家拿出手机进行投票。我好期待！来了来了。OK， 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进行锁票。3、2、1，锁票！感谢大家。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第2位队长，来自硅谷脱口秀的孙刘。孙刘，硅谷脱口秀常驻演员，曾在北美开办个人专场《最好的时光》。我叫孙刘，我是来自硅谷脱口秀的一名演员。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准备好当队长这件事，因为它标题叫团建嘛，我觉得大家就是一起来玩这样。
就我目前了解的赛制来说，队长的话作用可能不是那么大，更多的是给队员一个支持的作用，然后尽自己所能帮一些比较新的队员啦改一改稿子，然后帮助他们这样。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头很圆的程序员孙刘登场。大家下午好吗？知道今天观众可能一开始还是有些紧张啊，怕被摄像机拍到，被老板发现自己出来偷偷看演出。其实我1个月前啊，跟导演就开始交流这场演出了啊。导演问我有没有什么个人特色啊，高矮胖瘦，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导演要不然我发一张照片给你看一看。导演看完我的照片以后，给我发条语音哦，哎，小朋友，你的头好圆啊。我说是的，导演啊，我平常在我们那儿也 self-identify as a football。导演，你要不要踢踢看？导演人其实还是很不错啊，他跟我说，你这个脸啊，上镜比较吃亏，你要不要趁这1个月锻炼锻炼？我说导演，我已经锻炼1年多了，导演没看出来。我知道你们可能也没看出来。但这次我真的训练的还挺认真的，我甚至找了一个私教，私教很负责啊，每次训练之前把训练计划写在一块板子上啊。我第一次看到这块板子，我问教练说：“教练啊，这个训练量对于1周来说是不是有些多了？”教练都懵了，说1周，这是1节课的。教练还是低估了我，我说1周就是1周，我1节课把它练完啊，然后在家躺了1周。说1周其实有些夸张了啊，我大概到第6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导演当时还让我做引体向上啊。我试了一下，就是地球的引力还是太大了。教练说你要是拉不上去，你就挂在上面挂一会儿。我听教练的啊，我挂在上面，我一边挂，一边想起了烧腊店里的烧鸭。他们也是那样挂在上面，还一边往下滴着肥油。教练有时候练的真的太狠了，狠到什么程度？狠到我回家手都在抖啊！有一天回家啊，我在那吃鱼油啊，一边手抖啊，那个鱼油都已经碰到舌头了，我手一抖又掉回去了。我妈看了都心疼啊，问我，哎，怎么舍不得吃啊？舔一舔还放回去。教练还给我制定了一些饮食计划。但是只告诉我吃什么，没告诉我吃多少啊！我问教练，我说我要是吃多了怎么办啊？我还是太天真了啊！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过量摄入西兰花，也不会有人说，哎，我吃饱了啊，但是还有一个胃可以装点鸡胸肉。但是朋友们，私教还是太贵了，我也去上那种团课啊，团课人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味儿大，很顶。但是说实话，我那些同学啊还是很好的啊，他们会喷一些香水啦、止汗剂啊。但是朋友们，这些东西只能坚持30分钟啊，30分钟之后，人类科技一败涂地呀。所以我现在去上那个团课吧，都是前30分钟有氧，后30分钟无氧。我都不是无氧了，我甚至有点厌氧。太好笑了！我在那有时候呼吸啊，一呼吸我头都有点痛啊。我说这难道就是痛痒吗？我第一次去上那个课啊，我看我的同学啊都带着瑜伽垫，自己的瑜伽垫啊，但是我明明看到那边有一叠免费的。啊，我过去抽了一叠，一躺下，
闻到了一股脚臭。啊，我赶紧回去换啊，我一个一个挑，朋友们，根本挑不过来，每一块味道都不一样啊。我在那儿都挑出人生感悟了。我说人生居然可以像一叠瑜伽垫啊，你永远都不知道啊，下一块是什么味道。那个团课还让我们做一些进阶性的动作，什么击掌俯卧撑。那天我尝试了一下，双手撑地，弹起来，给所有的教练磕了一个头。但说实话，我锻炼这么久啊，就是身材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但是，我还是能收获到一点小快乐。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对着镜子里看，我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有一点点腹肌。啊，但是这种快乐吧，它不是那种能大张旗鼓分享的，是那种我每天晚上睡前在那儿嘿嘿，都不能哈哈，完全没有办法放到网上分享给大家啊！发小红书怎么发 ？#自律使我自由 #正常穿搭无不良影响。最后啊，收到了一些评论啊，就这。我感觉这个概念手势意义。你的笔记已被收藏到收藏夹，自信男人。好，希望大家今天可以从节目里收获到一些腹肌，好吗？谢谢大家。好，现在我们队长孙刘表演完毕。那我们还有最终投票的几秒钟时间，请大家开始锁票。3、2、1，投票完毕。OK， 感谢孙刘。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第3位队长波士顿顶好喜剧的主理人 Carl。波士顿顶好喜剧主理人，曾在北美举办个人主打秀，一晌贪欢。大家好，我是 Carl， 来自波士顿顶好喜剧。知道我们在 B 站上上传了纪录片以后，底下一堆留言评论说我长得像拉长版的撒贝宁。我做俱乐部就是为了我自己有地儿能试段子，就这么简单。因为没有地方说，你想在波士顿没有中文的那个环境嘛。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帮47，就这个事情你早晚得做，总得有人做。然后就什么时候谁来做，对吧？然后47愿意牵头做，我觉得就是互相支持嘛。有请 Carl 登场。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录制啊。哎，他说是高人，对，1.92米啊，1.92米。之前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这个节目最后会在哪儿播呀？我说这个主流平台应该都会上吧，比如什么爱一番啊。人家爱一番瞧不上呢。咱们今天有尊贵的爱一番会员可以闪亮登场吗？没有听懂这个梗的朋友，说明你的生活非常充实，不需要刷剧啊。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叫 Carl， 对，我中文名字叫谢新觉，然后在这边就很不方便，每次我到星巴克，那个小哥拿到我的杯子，他就开始，他得动用所有的面部肌肉。Zinju， 赵四儿吧，这是赵四儿。而且我姓谢，美国人一定会说成 shit。最可恶的是，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哎，你生孩子可以叫谢特。”真的是，我是12年来这边读的本科，在俄亥俄州一个小学校叫戴顿大学，有人听说过吗？没有，可以说小声一点。国内每次亲戚朋友问起来也是没有名气嘛，就说：“哎呀，你在美国呀，在哪个学校呀？”我说：“啊，在戴顿大学。”啊，没听说过，在哪儿啊？我说在俄亥俄州。俄亥俄州在哪儿？
而且每次聊完，别人心里就会想啊，野鸡大学，叫什么戴顿是吧？听着跟月子中心似的。代孕了。哦。后来读研究生去波士顿大学，好不容易你说出来，别人知道这么个地儿了啊，但是你碰到稍微懂一点的就很烦，因为这种人会问你，哎，哈佛是不是也在你们那儿？啊，对。麻省理工是不是也在你们那儿？是在我们那儿。啊，对。伯克利是不是也在你们那儿？我说啊，对，不是，你懂挺多呀。你知道戴顿大学吗？对，我当时读的是 marketing， 所以后来就没有找到工作。我那会儿太难了。一天收7、8封拒信，全是 Thank you for applying to our company. Unfortunately， 你就知道完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到不了超市那个走汁儿。我都想跟那个 HR 说，你能不能把 unfortunately 放前边？不是，你就放到 subject 里面，给我一个空白 email 就 OK 了，省点时间。那还有些拒绝你都莫名其妙。我有一次去一个 career fair， 刚走到一个摊位跟前，那个人说啊，我们现在不招人。我说不招人你来干嘛？来恶心我吗？那面试也都是些恶心你的问题，对吧？我最讨厌 HR 跟我说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for me？ 我每次都想说 Am I getting this job or not？ Just tell me now。这不就是他去年讲的？不是你写新段子讲的。打磨。我现在身边很多是那种房地产经纪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圈我都不敢看，全是上亿的豪宅。你一点开 ，Stacy 想找一个4面都朝南的房子。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还是在北极给他找到了。微博段子。在这边还认识很多就是做金融的朋友。有一次碰到一个男生，他是做 venture capital 的。我说哇，风险投资那很厉害，那你具体职位是做什么呢？他说哦 ，summer intern。是，我现在是一个 data analyst， 就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就数字高了低了，我根本不 care。我就跟那种酒店前台一样，就是嘴上说 Can I help you， 但听起来是 Go fuck yourself。但是为了身份嘛，对吧？没有办法。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观众里有多少是还没有抽到 H1B 的？鼓掌，我看一下。OK， 那有多少是绿卡或者公民的朋友？鼓掌，我看一下。OK， 没抽中的朋友知道该找谁了吗？刚才2次都没有鼓掌的，你们是走线来的吗？哎，这个有，这个大家喜欢走线啊。OK， 大家记住，这个有走线段子，记下来，待会儿讲一个走线段子。我现在是 H1B 嘛，但这个真的很难抽。我有个朋友抽了9年都没抽中，一直用 CPT， 今年是他读的第6个硕士。我说你有去算命吗？他说我算了，算命的说我命里没有这个。但我也想过假结婚那种东西是吧？就是我很多美国朋友都跟我说过，说 I'll marry you to keep you here， 但都是男的。我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那我就是怕去登记被人看出来，你知道吧？人家说 Now you can kiss each other。Yeah, sure. We do that all the time, right, Michael? 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今天咱们如果有单身的公民朋友，可以欢迎联系我。好，谢谢大家。第3位队长靠的表演已经完毕，那我们又到了投票的环节，请大家刷新页面进行投票。
好，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进行锁票。3、2、1，投票结束。想要拿起麦克风说出你的笑话，快点加入你所在城市的中文脱口秀俱乐部。没有俱乐部没问题，欢迎关注 Crazy Love Comedy 拉风喜剧，并咨询线上公开课及读稿会。下一期超放脱口秀等你来见 ，Let's make crazy love。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队长再次出场。太高了！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第1位选手登场，他是多伦多靠脱口秀脱单的第1人。赵世勇，多伦多花生喜剧讲脱口秀3年，花生喜剧主理人。3年之前吧，开始我们在多伦多做了我们第1次开放麦，然后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很多线上的节目，然后觉得他们都没有好笑，然后决定自己想上台试一试这么一个。我特别期待西雅图的 Poet， 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他很多的视频，他特别厉害，我特别期待他。所以是不是他就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应该也不是，他应该没我厉害。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赵世勇登场。大家好，我是赵兄，大家下午好。我去年跟我女朋友求婚了，纽约就这种反应啊？这求婚算什么？刚刚还有送的那要上 Netflix 呢。对，我求婚那个钻戒的牌子是 Harry Winston。给一些不知道的男生安利一下，求婚你就买这个，什么都别问，尤其是价格。我其实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是我发现我女朋友和她的闺蜜有一个群的名字叫做 HW 女孩们，然后她还向我解释说，现在很多女孩都有个梦想，希望能拥有一个 HW 钻戒。我听到的人都懵了，我说现在女孩都这么爱国了吗？钻戒还买华为的。但我们多伦多没有这个店，离我最近的实体店就在你们大纽约，给你们牛逼坏了。我只能通过打电话去咨询，但是我跟我女朋友呢每天都住在一起，我们还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24小时都待在一起。但准备求婚这件事情又不能让她知道，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办法，边上厕所边打电话。我只能用一种声音去掩盖另一种声音，边干大事边干大事。我当时那个 sales 海琳娜还问我呢，Do you like this one, right？ 我说yes。他还问我，你下次还有什么时候方便再打电话？我说什么时候方便？我方便的时候最方便。不要听4个小时这个吧。我说海琳娜，下次可说不定了，这得看感觉，感觉来了就方便。这感觉要是来得猛，我这挂了电话又给你打回去。但是我找不到这个打电话出来之后，我以为我隐藏的已经很好了，结果出来之后，我女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厕所里面讲英语？”我一下懵了，我一下脱口而出，我说我在厕所里面练口语。那你为什么突然要练口语？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于是我编出了我这辈子最精妙的谎言。我说我最近在计划做一个 proposal， 如果我 manager 点头的话，我就可以 promote 了，从 contractor 变成 full time， 最后变成了 partner。你们有些人听懂了对吧？当时我女朋友完全没有听懂，她还鼓励我，她说加油，你没问题的。就你那个 manager 那么傻逼，他要是不同意你就换一个。我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到时候帮我找下家。然后我当时就去买了那个钻戒，买了之后我就问那个 sales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这个钻戒实际的样子。sales 跟我说不能，他们公司有 policy， 不能直接发给客户照片。
我说为什么不能发给我？是怕亮瞎我的狗眼吗？对吧？然后他就发给我他们官网的宣传图。我说我花了这么大一笔钱，就买了一个网上的照片，我是买的是钻戒还是 NFT 啊？但是我已经花了钱也没办法，只能等。等的过程中，我跟我女朋友看了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孤注一掷》，是一个讲网络诈骗的电影。那王大陆在里面和一个陌生女人联系，然后呢一冲动就转了好大一笔钱过去，最后他被骗了。我那看越看越慌，我跟他也太像了吧。我也和陌生女人联系，我也一冲动转过去这么大笔钱。我和王大陆还都这么帅，也太像了吧。我看完出来还没缓过来呢，结果我女朋友先开始骂了，说：“哇靠，这个电影也太假了吧！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傻逼，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把钱转过去了呢？”我说：“没有这样的傻逼吗？这样傻逼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呢。”你说是谁？反正不是我。但是我没有被骗，最后还是收到了戒指。求婚那天我计划得很好，我选在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一个公园，然后我计划是他转过去看夕阳的时候，我就戴着戒指在他背后跪下来，他转过来我向他求婚。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当时我这样跪在他背后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不转过来我怎么办？我就一直这样跪着吗？更严重的是，他不转过来，他要往前走怎么办？我是这样，然后站起来，然后又跪下去，这1、2、3木头人是。还是我这样跪着，然后他一走我就这样。也不用鸟票讨这么真诚嘛。但这些都是小问题。我最大的失误是我忘了我女朋友是个 I 人，她是一个社恐。这样的人在一个公开场合被围观的时候，他给你的反应永远超出你的想象。我当时就这样跪在他背后，他转过来之后，我一句话还没说呢，他先说：“我靠，你快起来！”我说：“你稍等一下，我简单说2句。”我足足准备了3分钟的台词，3句话我就说完了。我说：“过去跟你在一起，每天我都很开心，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你愿意嫁给我？”你想嫁给他？他明显忍不住了，他很着急，他说：“好好好，我愿意。”什么叫好好好？我愿意。你愿意就愿意，你好好好什么意思？好好好是我见过中文中最敷衍的3个字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啊，3个褒义词叠在一起，它居然透露一种敷衍。我说大家都这么敷衍是吧？那以后我们结婚的婚礼上，你穿着你最美的婚纱问我，今天我是最美的女人吗？我说对对对，你最美。好，我们还有最后10秒钟的时间，锁定赵世勇的票数。3、2、1，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段子价值50万美元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这说少了，说少了，说少了。开玩笑，开玩笑。掌声再次送给 Steven。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第2位选手，多伦多百变怪宏宇。宏宇，多伦多花生喜剧讲脱口秀1年半，多伦多百变怪。讲了1年半左右吧，我当时还在国内，然后失业了，没事儿干，人生都到谷底了，你也不在乎什么包袱了，就去试一下呗。那这一次你对自己的这个排名有什么期待吗？你肯定是想拿冠军的吧，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多期待，我觉得来参与就挺好了，好好享受比赛，能够带给观众一项好的演出就行了，正常发挥吧。有请我们百变怪宏宇登场。大家好，我是宏宇。啊，百变怪，
因为我身边老是有人说我像那个谁谁谁，每次说的人还不一样。像有人说我长得像杨蒙恩像有点像猥琐的杨蒙恩。我回家专门照一下镜子，就极个别角度有那么一丢丢像啊，比方说后脑勺的角度。然后我演出的时候就问观众，哎，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长得有点像脱口秀大会的？有观众抢答杨迪。关键是他说完像杨迪之后，我回家再也找不到我像杨蒙恩的角度了。我怎么看都像杨迪。更过分的是，有一次我讲这个段子，台下一个观众，杨蒙恩的粉丝，散场之后把我拦住了，他说：“都怪你，在你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杨蒙恩长得像杨迪。”我说这也能怪到我啊！我在多伦多讲了1年脱口秀，有时候走在路上被观众认出来，他们很激动给我打招呼说：“哎，你就是那个杨迪。”我还是希望大家记住我的真名，我叫宏宇，我跟赵世勇一样都是成都人，但我不是那个。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啊，不然有的人会误会，以为他跟我求婚成功了。我之前还留着长发，很多一看就哇，长头发成都人肯定是个姐妹。我最近把头发剪短了，又开始说我像日本人。还有更具体的，说我像夏威夷度假的日本人。这一点其实还很难反驳，因为我前2年啊参加一个电影的试镜，让我演一个日本人，我被导演选中了。我本来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都是亚洲人。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去试镜的还有2个日本人，我把他们淘汰了。还是给大家讲一讲我最近的一个烦恼。我今年36岁了，但还是找不到对象啊，也能理解，没几个女生喜欢长得像杨迪和日本人的啊。我妈都开始催婚了，尤其我还是个成都人。我妈不仅担心我找不到对象，还担心我其实已经找到了，但不好意思告诉她。30多岁了，一个人跑来合法的国家。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下，为什么单身啊？比方说，我虽然长得像杨迪老师，但我不像他那样能说会道，很有人格魅力。我有时候说话都不过脑子的。有次我在夜店啊，有一个白人女孩主动跟我搭讪，我还当时贴着我耳朵说了一句特别暧昧的话，她跟我说 "I like Asian guys"， 我当时一听，我操！我说这么巧的吗？这不机会来了吗？我就赶紧秒回他 "Me too"。这句话把我们2个都干懵了。我当时就意识到，我肯定是个成都人。我上次把这事儿给我朋友讲，我说那白人女孩说 "I like Asian guys"， 他说："哎，你当时就应该秒回他 "Yosh"。当然，我为了脱单也做了很多尝试啊，比方说我去网恋过7次。我们在场网恋过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看。哇，这么矜持！你们有些人昨天晚上我都刷到过，你知道。我跟你说，我不光网恋过，我甚至去对方的城市奔现了。奔现那天我真的是终身难忘，因为我就是在那一天分的手。那女孩跟我说，她喜欢成熟、有男人味儿的。我当时才上大学，我怎么知道怎么变成熟啊？我能想到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我1个月不刮胡子，就跟现在一样。不开玩笑，那女生见面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呵呵，你怎么长得跟个鲶鱼一样？"有点心痛这个。鲶鱼，你别说男人味儿了，我连人味儿都没了，甚至有点腥味儿。
很难受。我当时听了真的很伤心，我就赶紧去把胡子刮了。然后出来之后，女生见了我还在笑。我说你在笑什么呀？我现在胡子刮不像鲶鱼了。她说哈哈哈，你现在好像杨迪呀。那叫 callback。哦，学会了，学会了。很难受啊。但我发现有时候有的观众啊，不太能分清脱口秀和现实。我有次讲了一个段子，有个观众加我好友，本来挺开心的啊，结果那观众啊加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特别喜欢杨迪老师啊，我是他超级大粉丝，关我屁事儿。还有一个更过分了，加了我好友之后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过，但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他都要来评论，用的还是我的梗。我去野外游泳啊，发个朋友圈，他在下面给我评论，嘿嘿，鲶鱼放生，很气人。但我前面讲什么长得像日本人啊，长得像鲶鱼，都不是最难受的。你们知道，对于一个36岁还找不到对象来说，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不是长得像杨迪哈，最难受的是我今年其实才26岁，但你们没有人怀疑。讲这期大家好，我是红玉。我们第2位演员红宇的演出已经完毕，大家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进行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大家。阿里嘎多。红宇的名字和我妈一样。每次在后台听到有人喊红宇，我都愣一下，你知道吗？乖儿子，记得投票啊！红宇，你真的只有26吗？对，之前好多观众都会问这个问题，演出完确实26啊。我本来还挺担心的，我像36吗？那就好，哈哈。我担心这个段子想不了，因为化妆了。然后那个化妆师说：“不，你化了妆也像36。”那宏宇，你既然单身的话，说说你的择偶要求。其实那个是我单身的时候写的段子。那掌声再次送给宏宇，谢谢，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有请我们脱口秀诗人 Point。西雅图虾图脱口秀，讲脱口秀2年，大厂小马龙，文字游戏爱好者。我是台湾人，之前在北京求学过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你讲话没有台湾腔？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在家偶然接触到，就开始非常喜欢，然后就又去听了一次之后，想说，哎，那要不要试一试？我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想把它吐槽出来，然后如果能够跟观众有共鸣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对，有请我们脱口秀诗人 Point 登场。大家好，我叫 Point。大家好。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因为我发现我在国内学的英语好像都用不上。比如我跟美国人说 How are you， 从来没有人回答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大部分的人都是 Good， 有的人是 Good Good， 还有的人是你好。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很多人连 How are you 都不说啊，他们的问法非常诡异。有的人说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他怎么样？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吗？然后在美国打喷嚏也特别的尴尬，我打完了喷嚏，我得说 Excuse me， 别人得跟我说 Bless you， 我再跟别人说 Thank you， 这折腾啥呢？而且我很好奇啊，别人跟我说 bless you 的时候，到底是谁在 bless 我？是 how's it going 的 it 吗？美国人还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表达。之前我在一家餐厅吃饭啊，老板过来跟我说 No pressure, we're closing in 5 minutes。我说哦，不给我压力，那我慢慢吃了。5分钟之后，老板又来了 No offense, you need to leave now。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后来我才知道啊，他说的这个 no 有的时候表示 no， 但有的时候表示 yes。我还跟一个美国朋友确认这个事儿，我问他说 Does no work like that？ 他说yes and no。No offense 还有个变种叫 Don't take this the wrong way，
之前我老板跟我说 ，Don't take this the wrong way, your performance is awful。我说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take this? My performance is awfully good。你就给了我一条way，还叫我别走这条 wrong way。那我真的很纠结啊，而且我这个纠结还是无谓的纠结啊。美国人说话真的很阴阳，然后听力也是一个难点。我以前做听力题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人说话特别清楚啊，比如叮咚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xt 1 Hi, my name is Jack. Here I am in New York City. I call it home of the homeless. Question, do the homeless have home? 发音很清楚。我来到美国之后才发现，没什么人这样说话的。然后我周围也没有 Jack， 只有 Rajesh， 还有 Jose。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听力题应该要与时俱进，应该加入那些你在美国生活中真的能听到的英语啊，比如叮咚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phone conversation. Hello. Thank you for calling AT&T. My name is Rajesh. My agent number is 223-342-8429. How can I help you? Question, what is his agent number? Ding dong.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Hola. My name is Juan Jose San Diego Emilio Gonzalez Diego Ignacio. Here we serve tacos, tamales, guacamole, quesadillas, pozole, enchiladas. Question, do they serve tortilla? Ding dong.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on TV. Here I am in New York City. It's beautiful, it's terrific, fantastic. Whoever says New York is not good, that's fake news. Fake news, it's stupid. We will build a great wall. And Juan Jose San Diego, you can't cross it. I know this.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with your stupid tortilla. Question, would you vote for this guy? 如果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那我们来美国生活就轻松多了啊，能听懂别人说话了。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呢，我觉得美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也应该要用更真实的材料。学听力和口语，北京卷用童漠男的声音，辽宁卷用秋瑞的声音。所以以后我如果去逛中超，可能就会碰到一个跟童漠男学中文的店员啊。我问他说：“哎，你们这儿有卖五仁月饼吗？”他说：“怎么还真有人吃五仁月饼啊？你是真热爱啊！”我说：“行行，你就告诉我放在哪儿就可以了。”就在这里，而这样你给找着了。我就赶紧端着月饼去结账啊，结果碰到了跟秋瑞学中文的收银员。把那东西从手推车里给我拿出来。你怎么吃五仁月饼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给自己买的呀？这中秋节都过了，你还能给谁买月饼啊？五仁月饼可是难吃到都有人告五仁了。你不会不知道吧？那个瞬间我突然特朗普上身了。That's fake news, fake news. Don't take this the wrong way. You're stupid. 好了，谢谢大家，我讲到这里，谢谢。好，感谢我们第3位演员 Point， 请大家积极投票，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3、2、1，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真的特别喜欢 Point， 他可以把一个文字啊翻来覆去在那儿讲啊。他之前用那个文字翻来覆去讲骂他们老板，今天可能收敛一点，收敛一点。而且 Point 的就是这些文字梗也特别需要一定的英语水平，像我这种只背到 abandon 的人就不太听得懂。今天是我第一次看 Poet 现场表演，然后我就想说你的表演非常好，很多中文脱口秀演员都是文本很强，就大家不是很注重表演，但是你的模仿很好。如果我能提一个小小建议的话，就是
就是你在台上是可以走动的，哦，好，就感觉你只有在上半身在表演，就下半身就跟扎在那儿一样。哦，好的。对，我怕走出去这个镜头什么的。谢谢 Poet。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波士顿3好学生一聪登场。一聪，波士顿顶好喜剧讲脱口秀3个月，麻省理工3好学生。我是去年刚毕业，说脱口秀今天是我第6次上台吧，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期待。我昨天知道了 Poet 今天要模仿特朗普的事，他还在我前一个讲，所以我今天肯定不能讲这个段子了。那么今天我就是绿叶衬红花。我做不了北美最搞笑的喜剧演员，但我可以做最喜庆的喜剧演员，把这个气氛弄起来。纽约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来自波士顿顶好喜剧的一聪啊，今天真的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啊，我今天为了这个节目，我还特意好好打扮了一下，但是打扮完我就发现有点过了。就刚刚在后台还引起来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就刚刚所有演员都以为我今天要来求婚。Steven 还跟我说你钻戒记得买华为的。宏宇跟我说：“你记得刮一下胡子，不然看起来就像鲶鱼。”最过分的就是这个 Poet 老师看到我，直接瞪大了他那双迷人的小眼睛，他直接跟我说：“怎么，你今天也要模仿特朗普吗？”我说 Poet 老师，你放心，我不会模仿他的。我今天不会模仿特朗普，我要模仿我也是模仿拜登。因为我在后台已经做好了忘词还有退赛的准备了。所以大家放松一点，对吧？这什么比赛啊，不用管，大家松弛下来，对吧？周5的晚上，好不容易来看一场演出，大家一起享受和我一起的5分钟就行了，对吧？就不用急着投票，把那个手机都可以扔掉，对，就是。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啊，我今天很激动啊。我上一次这么激动的时候，还是我2018年第1次来美国的时候。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在来美国的飞机上，我看了《华尔街之狼》、《乔布斯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一系列科幻作品，就看得我热血沸腾的，我特别激动，激动的我都走到前面商务舱去上了个厕所。我当时就很期待我未来4年的留学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结果我下了飞机一看，乡村爱情。就我去的那个地方叫亚特兰大，就亚特兰大这个地方有多恐怖，我还没出机场我就感受到了，因为在机场里我就看到一句欢迎我的标语 ：Welcome to Atlanta, the city in the forest。就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句标语是在宣传他们的城市绿化，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压根就没城市化。就真的你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每周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去缺德舅里面和一堆大爷大妈抢菜，我还抢不过他们。直到后来2020年，我戴了一个口罩走进了缺德舅。朋友们，在2020年初的美国，一个戴口罩的中国人，那就是核武器级别的威慑力。我走进去以后，3米之内没有对手。说实话，年纪轻轻就靠这个方法，财富自由了。真的，前有古人伶仃洋里叹伶仃，我今天我缺德就里，我就缺德。这什么华尔街之狼，我不当了。我当缺德就菜狗也挺好的，真的。我后来也没想到啊，就亚特兰大的缺德舅其实就是不如纽约的缺德舅。纽约的缺德舅居然还能在幕后当主持人，还可以让就是选手上场哈，这是我在纽约的新发现啊。所以我大学4年虽然接受的是素质教育啊，但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毫无素质的人。就具体就体现在了我毕业了6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这件事情上。
因为找工作面试对于我来说真的太难了。我经常在面试的时候一不小心暴露出我的素质。就有一次面试 HR 问我，聊一聊你对你未来职业规划的5年计划。我说你别说5年计划了，我连午餐计划都没有啊。而且朋友们，这种开放式的问题，我这想象力要是丰富起来，我是怕你接受不了啊。你问我5年后我想干什么？我5年后我想收购你们公司。我5年之后我肯定创业成功了，我收购你们公司，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整个部门全部裁掉，你们以后所有的工作我全部都会交给 Rachel 来保管，因为让她可以让中文喜剧做大做强。真的，5年之后你问我有什么计划，我就想变有钱。我变有钱了以后，我都不用去缺德就买菜了，我天天打车去肯尼迪机场吃饭。吃完了之后，他们问我先生，小费18%、20%、25%，您选哪个呀？我3个按钮一起按。真的，我吃完饭我就在机场买一张机票，能去商务舱上厕所那种机票。就我要飞回亚特兰大，我要告诉6年前的我自己，华尔街确实没有你的一席之地，但是今天你在法拉盛找到了。谢谢大家，我是一聪。一聪他的表演已经完毕，那我们大家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进行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每次这舞台灯光都打得我流眼泪。一聪是来自波士顿顶好喜剧的演员，没错，就看着自己家孩子上台表演，什么感觉？特别欣慰。本来我们想说的是讲的不好就不要说他是顶好喜剧的，因为他上来就说了，我一直捏一把汗。其实我不是，但一聪表现非常不错。对对对，我爹说话就是好听的。一聪，你说多久脱口秀了？这是我第6次上台。卡尔，能不能以后给你们的俱乐部的演员一些时尚方面的建议？就是西装西裤不要搭球鞋。这不是法拉盛的路太不好走了吗？不然我也不穿球鞋。一聪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话吗？淘汰感言现在就可以说。对对对。其实我今天能来这，我特别的不容易，就是不会，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放松一点。今天这个不只是一个比赛，就所有的选手我们都准备了最好的作品出来，大家只要享受他们的舞台就可以了。真的就是选手也好，就观众也好，大家都放松下来。这是一个周5的晚上，我们能相聚在这里就是最好的事情了，就是 comedy brings people together。相逢就是缘，谢谢一聪。OK， 感谢一聪。那么接下来有请纽约脱口秀首席北京人小飞登场。小飞，纽约拉风喜剧讲脱口秀2年，拉风喜剧内容主理之一，拉风喜剧首席北京人。我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然后来到美国这边，现在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是我有一个朋友说我长得特别像一个脱口秀演员，吴莫南。他说我说话有点那个劲儿，说他正好知道那个纽约有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说要不我去试试。当时我正好没事干，我就去讲。我记得当场是那一场的观众投票的第1，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干这个料，我就讲到了今天。队长的话，我比较想跟47吧，毕竟是我们的老大嘛，这话要说好。好朋友们，大家好吗？这小飞。今天这个我们已经有了3个印度人，2个特朗普和1个日本人，这是中文脱口秀吗？刚才也介绍了，我在纽约这边讲中文脱口秀，讲多了之后已经有观众认得我了。刚才我在玩后场的时候，就有观众就过来指着我，看北京人。你知道上次我听到有人这么说北京人是在哪儿吗？是在周口店。北京人。对，我的名字叫小飞，我在纽约拉风喜剧，然后我确实是一个北京人，然后我很喜欢讲北京人的段子，但我本身呢对我北京人的身份呢有一点难以融入，因为我不太会这个北京话。
他真的是在搞笑，他。尤其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听不太懂他们老北京说话。哇，他们太快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被这个困扰。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啊。我的本名叫李飞，所以他点名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拿出花名册常小亮到，董安伟到，飞到，我们班另一个哥们儿也站了起来。我说老师怎么回事啊？你们俩都叫什么呀？老师我叫李飞，你呢？老师我叫刘威哎，老师说啊，怪我念得不清楚啊。李飞，坐下吧。我说啊，老师您都知道您念得不清楚了，那还不念清楚一点？我要怎么区分这两个名啊？你知道，在我耳朵里头，这是俩名吗？这就是他妈俩声儿。不知道的还以为把你进两只尖叫鸡呢。喂，我也跟不上了。哎，要了命了！而且这都还算好的，真正可怕的是他上课的时候，我那个班主任好巧不巧是个语文老师。当时我们在读这个鲁迅的《秋叶》老师上课来打开书，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分一下第一句秋叶我家门前有2棵树，一棵枣树，一个枣树。我说等会儿，他家门前肯定只有1棵树。太快了，我不知道什么树，但一定是个老北京树。但来到美国这边之后，其实好了特别多，因为没有听的问题了，没人会拿老北京话跟我讲话，但不会说成了一个问题。我每次说完我说我是北京的时候，就会有人要考我。哎，这纽约法拉盛在那边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北京餐厅，叫局气，它门口有很多这种老北京话写的装饰墙。有一次路过的时候，就有小伙伴过来问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吊腰子？什么叫闷得蜜？”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堵墙吗？那就是一张试卷，什么老北京托福。我打开一看 ，Question 1 Please list 200 ways to use 儿化音 in 老北京。那就是有时候我真的不敢说，我也不想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一说对面就会一键3连说就你这都不知道，你身份证是110开头吗？你家祖上哪儿啊？你是老北京吗？所以我就特别想装一个北京人，为了让我更 professional 一点，我是在家里头会打开 YouTube， 打开小红书。去看那种老北京视频，去看老北京博主，看那种3分钟带你学说北京话。就我每天就在家里头对着一个镜子，拿出一本老北京红宝书。第一个单词 A 哎呦喂，地道。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老北京呢？为什么自己要说自己是祖上3代都是呢？因为我真的不是我太姥姥其实是天津人，当时走线来了北京。哎呀，往胡同狸猫，后来身份证一普及，蹦出来就是110。我爸更厉害了，当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到了北京。我说毕业之后想着用一个类似于老北京2类劳工证的东西留下来，翻译过来叫 employment。北京 at second preference， 简称 EB2。这有点拗口。这时候北京也挺闭的。但你知道，在北京落户非常久，可能要5到10年，所以我爸就找上了我妈。放到今天，这玩意儿就叫做老北京婚绿。而我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京3代。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好了很多，因为我在这边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每次我对我北京人身份有点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慰我，他们会说你还是很有北京人特点的，一看就能看出来。我说是什么呀？就是你这张秃嘴。我说那还是周口店呢。但我觉得他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因为直隶人也是走到了北京才变成了北京人。
所以说来了待的久，谁还不是老北京的？好，谢谢大家，这是小飞。OK， 感谢小飞的演出。现在我们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锁票。他们让我拉票，给大家表演一段北京话吧。咱们老北京啊，就是这么一撮，真地道。不要再拉了，好。3、2、1，请锁票，谢谢大家。哎，小飞真的是我见过进步最快的演员，我每一次来纽约都能感受到他北京话的进步。谢谢您。小飞真的是很地道的北京人，真的学的啊，这网上教程非常有用。小飞，我也觉得你进步很大，就最好不是北京话进步大呀。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我们小飞第一场出来演出之后，就被人指着喊啊童漠男，然后他就是一直以纽约童漠男的身份行走江湖很久，然后恭喜你今天终于摆脱了这个身份，成为了纽约小飞。哦，谢谢，哇，这是最高的评价了啊！但我还是挺欣赏这个明星脸的，每次都可以讲这个段子。我现在希望童漠男永远不要塌房。小飞舞台缘非常好。对的，他一站上来，大家就会喜欢他。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品质，尤其是对脱口秀演员来讲的话，他站在台上，你不讨厌他，你喜欢他，愿意听他说，这个就是很难得的品质。你待会儿不要跟我抢人。哇塞！哦。脱口秀演员一上台的话呢，大家喜欢他，就先天更加愿意听他说什么，也愿意给他反应。那像我这种长得好看的，就会比较没有那么优势。哎呀，我同意您的说法。谢谢小飞。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我们 Funny Man Richard 登场。Richard 硅谷脱口秀，讲脱口秀2年半，创业者。我一直都比较喜欢搞笑吧，然后我发现脱口秀是一个非常有效率，可以让大家搞笑，而且同时可以很快获得回馈的一种办法。那你这次为什么想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比赛嘛，比赛会很有意思，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成长。我觉得如果我当第一的话，我不会觉得很奇怪。Come on, let's go! What's up? What's up, New York City? How are you doing tonight? What's going on? What's up? You're all really tired, I can see. 其实我的中文不太流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广东人。我一张嘴，大家听得出来广东口音，但是我不张嘴，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很多人会以为我是缅甸人。特别他们今天借给我这套服装，你知道是向谁借的吗？是《无间道》里面那个老大借的。Anyway， 下面有其他广东人吗？有没有？啊，有几个，那我随便挑一个。这位，你是广东哪里？广州 ，OK， 那我考你一个，广东话里面最脏的一个词是一个动詞，來聽一下是什麼？一個詞 ，one word， 一個字。5個字嘅我有。一個字，大佬一個字。屌係咪？屌，沒錯。我剛到美國來的時候非常困惑，因為在學校裡面很多人跟我說 ，Hey what's up， 屌。我說 What's up with you, dude？ 后来大家说的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内化了。每当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 What's up, dude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东北大哥走过来跟我说：“嘿，怎么样？我操！”广东话跟普通话很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北方朋友交流会有很大的障碍。例如，我请一个北方朋友，请他爬山，我说明天去爬山，他说好嘞，我说好累就不要去啊。其实我中文不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我真的是很小就来了美国，
下面有其他的比较小来美国的吗？有一个是吗？你是几岁来美国？13岁，12岁 ，OK。那我们俩半斤八两。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词。那你知道美籍华人用一种水果来形容什么吗？哇，这么多其他字美籍华人吗？Banana 就是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但是以我肤色，我觉得是我在外面放了比较久一点的香蕉。我最近回了一趟国，我10几年没有回国好好玩过了，所以回国从美国去那边真的是大开眼界，要吃有吃，要玩有玩，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中国随便找一家餐厅都非常好吃，随便找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好味。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把红烧肉，还有梅菜扣肉，然后还有生煎包，全部塞到我嘴巴里。然后老婆跟我说：“嘿，不要吃，不要吃了，马上就下飞机了。”我刚透露一个信息，我已经成家了，所以不好意思，各位姐妹们。还有兄弟们，这次回国其实还有一些新的体验，比如你们知道在中国的的士车里面，他们的 GPS 是放名人的口音吗？对吧？例如0-0就前方200米请转右，郭德纲前方200米转右，对吧？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美国为什么那么土？为什么我们的 GPS 不可以搞名人的声音，对吗？我们 GPS 完全也可以搞名人的声音，比如特朗普。是要求的，每个演员都要个，对吧 ？In 200 feet, turn right, turn right. I told you to turn left, you turn right. What a loser. In 500 feet, make a U-turn. Which is frankly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after 4 years of Biden. 或者你可以做拜登的 GPS， 对吗 ？Hey folks, turn right. I mean turn left. 他主要他口音不太像川普，他模仿出了那个苍老的感觉。I don't know. Just ask Vice President Trump. 我很怀念奥巴马，有喜欢奥巴马的吗？吼一声。喜欢奥巴马，我觉得奥巴马的 GPS is not left, it's not right, it's forward. 我在硅谷表演的时候，每一个演员、观众都会给他留这个打分，并且记笔记。我的笔记是广东 Trump。如果是 Trump， 广东的 Trump 的 GPS 会怎样？專友，我叫你專友，有冇搞錯啊你啊 ？What's up, dude？ 謝謝大家的支持。OK， 感謝 Richard 的演出。那我們現在大家還有最後一點的鎖票時間。The audience looks great tonight. You all look great tonight. A vote for me is a vote for democracy. OK， 大家3、2、1，請鎖票，感謝。为什么选手可以比队长还好笑？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很棒。我发现我们的演员很多都是模仿能力很强，但大家可以稍微 diverse 一下，就也不用都盯着 Trump 一个人模仿。那也不敢模仿别的呀。有模仿别的，但是比如说谁？比如说 Trump 的老婆，他们已经投完票了，对吧 ？OK。Hey, what's that Stormy Daniel bitch doing in our house? I don't know. 他老婆好像是黑人，是吧？我表演的是 Trump 如果娶了黑人的话。Oh my god！ 瑞少平时讲英文吗？平时也会讲英文脱口秀，是的。你是几岁来这边的呀？14岁，半斤八两。他不想装是跟你很熟。哦，他是巴黎脱口秀的吗？
怪不得有异国风情。已经投完票了，就算了，低调一点。我们都是海外华人，尤其是我，对吧？我其实有一半血统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难怪像缅甸。Anyway， 不过我真的想说，我说你如果要模仿的话，你0之0，真的模仿的不大像。呀，我知道，是的。对，你可以再试着再夹一点，要不再试一下。前方200米转右。你声音先起高一点，高一点点。前方200米转右。哦。非常棒，非常棒！掌声再次送给 Richard， 谢谢大家，好棒，好棒！初舞台表演，下期更精彩。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 gay， 就是这一种。听说女性脱口秀的流量密码是骂直男，那咱就别客气了，今天啊。刚刚在后面听大迪在后面骂了5分钟直男，然后导演一说，哎，欢迎下位演员直男，我说我操，完了。我养死过很多批癌细胞，所以身体里有癌细胞不要怕，我养你啊。可能各位朋友不太清楚，Netflix 上其实有很多国产电视剧，但是我完全看不懂他们的英文翻译。比如有个电视剧叫《微微一笑很倾城》 ，O2O Love。什么是 O2O Love？ 还 P2P 呢，对吧？我感觉有一些话题，它是比你普通的讲段子是要更难的，所以说可能有些处理还是需要加强。谢谢老师，谢谢。我不同意。